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比特币真是数字黄金吗？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今年黄金是明星资产，黄金的涨幅比比特币大，而且波动幅度比比特币要小得多，稳定性比比特币要好很多，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提出来这个问题，说黄金跟比特币的特点好像不一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特币怀疑论者叫 Peter Schiff， 他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且与币安的老板赵长鹏将会在12月初在迪拜举行的区块链周上就比特币黄金的话题进行辩论，值得我们期待。我不知道赵长鹏会从哪个角度去跟 Peter Schiff 展开辩论，但是在他们辩论之前，我想就这个话题从我的视角来发表一些观点，所以就产生了今天的视频。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除了对这件事情本身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以外，我主要分析这么几个方面的话题。第一个就是 Peter 到底讲对了什么，然后他又讲错了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以及在实操当中如何落地，对我们的资产配置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一期的内容应该有满满的干货，希望大家不要走开，能够看到最后。那我们首先要看看 Peter Schiff 是什么人呢？这个是维基百科里面对 Peter Schiff 的一个介绍。Peter Schiff 1963年出生，绰号叫末日博士 Dr. Doom， 原因是他一直对经济充满悲观论调，就是认为经济会崩溃，特别是美元会崩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一直鼓吹黄金的价值。他共同创立了有财富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还参与了其他的金融服务公司，包括作为独立投资顾问或者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参与了其他的一些机构的行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比特币怀疑论者，认为比特币会归零，所以比特币是不可以跟黄金相提并论的，这是他的观点和论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前几天刚刚发的一个推特，你看他是一个很会来事很会整活的人。他说他跟赵长鹏的辩论已经启动了，我刚才说的12月份在迪拜，赵长鹏和我将辩论比特币与代币化黄金，我们需要一个主持人，谁更适合这份工作？把马斯克、塔克·卡尔森、Joe Rogan 这个放在里面，让大家去投票。现在马斯克得票最高，所以这是一个很会整活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跟赵长鹏发生这样一场争论，乃至于他们要在辩论场上相见呢？你看这样一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说，比特币怀疑论者 Peter Schiff 推销链上黄金代币的应用程序 CZ 称其为信任我兄弟代币，叫 Trust Me Bro Token， 就说它是基于信任的。我们知道区块链的逻辑是不需要信任嘛，去中心化的，但是如果你把黄金要上链的话，那必须有一个机构帮你代持这个黄金，然后在链上给你发行。是这样的话，赵长鹏就说它是一个基于信任的叫 Trust Me Bro 的代币。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在这个报道里写的比较清楚。大家看 CZ 批评 Peter Schiff 的黄金代币，称其为基于信任的资产。 CZ 说代币化黄金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资产 Trust-based asset， 认为它并不是真正的链上，而是依赖于第三方的黄金托管，所以它是不可靠的。整个的文章的主要的意思在这儿。CZ 说 Schiff 的黄金代币不在链上，而是依赖第三方存储。Schiff 则说用户可以存储黄金，并通过区块链和借记卡赎回黄金。Schiff 预测比特币将归零，并称其为巨大的拉高出货，而这就是他的主要观点。那么 CZ 他就质疑了这个黄金代币化背后的信任机制，而 Schiff 他正好想要推出这样的资产。在他的节目里面他说他要推出黄金支持的数字资产，也就是类似于黄金稳定币。而且 Schiff 说的观点就是比特币没有价值。Schiff 预测美元将崩溃，并且整个世界会回归到黄金上等等，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观点。针对赵长鹏的批评 Peter Schiff 肯定是不接受的，所以他就在推特上向赵长鹏发出了挑战。赵长鹏接了这个招，所以现在基本上敲定是12月初在迪拜开展这场辩论。我个人是很期待这场辩论的。我相信这两个，一个是黄金的忠实拥趸，一个是区块链的布道者，这两个具有极端相反观点的人在一起辩论一定会非常精彩。那么 Schiff 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逻辑？我挑选了一些他的主要观点，他在节目里面反复讲的无非也就是这么几个方面，我找了几个帖子，基本上可以反映到他的观点。譬如说这里讲贸易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投资者认为对美国经济和股市有利，
作为对这一消息的回应，黄金下跌而比特币上涨。如果比特币在回应同一个消息时，跟黄金的反应是相反的，它怎么会成为黄金的数字版本呢？所以它这个意思比较明显，就是讲黄金它是一个避险的资产嘛，所以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黄金会上涨；如果有好消息出来，黄金就会下跌。结果贸易谈判的好消息一传出来，黄金就下跌了，而比特币并没有跌，比特币还上涨，跟股票一起走的。所以说比特币很明显它不是数字黄金，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论点。还有你看他又说这个媒体对于黄金和比特币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譬如10月25号他说，当比特币的 ETF 出现资金流入时， CNBC 报道称这一消息对比特币是有利的，因为它证明了投资者的兴趣在增长。但是过去4个月当中，大量的资金流入黄金的 ETF 则被报道为是利空，因为投资者已经疯狂了，他们在顶部追逐黄金。也就是说，比特币的 ETF 有资金进来，媒体说是好事儿；黄金 ETF 有资金进来，人们说是疯狂，这是不公平的。第三个观点就是针对最近发生的摩根大通接受比特币和以太坊作为抵押物，我有一期视频也讲过这个故事的。他说，摩根大通计划允许机构使用比特币和以太坊作为贷款抵押品借钱，虽然这将在短期内支撑加密货币的价格，但从长远看，它将导致更大的崩盘，借款人和摩根大通都将遭受损失。也就是说，他的基本论调就是比特币、以太坊这些加密货币将来都会出大问题的，所以摩根大通这个行动太激进了，将来很危险。所以大概这个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Peter Schiff 他为什么对比特币这么反感，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这个经历也在维基百科里面有记载。所以他说比特币是一个类似于郁金香的疯狂泡沫，其实他不是一直这么认为的，主要是他曾经拥有比特币。结果我们看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2020年1月19号 Peter Schiff 声称他的比特币钱包被损坏了，因此他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所有比特币。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的钱包，如果你自己保管了私钥的话，它是永远不会丢的，它是在链上的。但是 Schiff 他可能自己不太会处理，所以他说我的钱包不知何故损坏了，我的密码不再有效，所以现在我的比特币不仅本质上毫无价值，它也没有市场价值。我知道拥有比特币是个坏主意，但我只是从未意识到它这么糟糕。所以他说比特币不是好的，但我没想到它这么不好。原因是因为你看我没有保管好自己的私钥，我的密码打不开钱包了，我钱包损坏了，于是我比特币就丢掉了。后来有一个人叫 Eric 后来解释了一下，他说这一说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因为他已经证实了他确实帮助 Schiff 设置了他的比特币钱包，就他帮他设置的，但是他 Schiff 忘记了密码，而且从没有记录过助记词，就是恢复短语。这就相当于是我给了他1盎司黄金，然后他把它扔在人行道上，他同样谴责贵金属是一种愚蠢的货币体系吗？所以他曾经拥有比特币，后来弄丢了，这个事情他耿耿于怀，从此他就认为比特币是不靠谱的。所以这跟他个人的经历有些关系，可能不太会处理这些东西也是正常的，但是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改变了他对比特币的看法。那么我们综述这些观点，我浏览一下他推特，也看了部分他的油管的节目，大概了解了他的观点，所以我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Peter Schiff 他讲对了什么，讲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那我认为他讲对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黄金的避险功能确实高于比特币，因为在当前阶段下，毫无疑问黄金它确实更稳健，在乱世的时候它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一个稳定的避险产品，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它，就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比特币和黄金并不高度相关，我们看数据就知道比特币和黄金的相关性不是太高，大概有多高我这里是有数据的。大家看比特币和黄金，我们这里计算了一下相关系数，252天就是1年的交易日数量来滚动计算它的相关系数。自从有比特币价格以来，我们把它算一下，发现它相关性是正相关的，平均相关系数大概应该是不到 0.2。但是如果我们看比特币和纳斯达克指数的相关系数，看起来比黄金的相关性还要略高一点，特别是近期以来可能比它跟黄金的关系还要略高一点。这说明比特币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华尔街走的，而不是跟黄金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比特币与黄金并不是高度相关的。第三，比特币和黄金的价格驱动因素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的黄金大牛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的逆全球化以后，一方面很多国家因为前面的全球化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另外一方面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全球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那么这样的话，很多持有外汇储备的国家都希望把外汇储备中的至少一部分转换成黄金储备。所以此轮黄金的大牛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分国家的政府储备推动的，而比特币则截然不同。比特币毫无疑问是由一批区块链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些技术极客或者是去中心化的拥趸来推动的。所以比特币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很小众的资产，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资产配置当中，因此他们的驱动价格、他们的购买主体、他们的波动规律都不一样。在这几点上，我认为Peter Schiff 他讲的是对的，但是这几点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那他讲错了什么呢？我认为可能是他的经历或者他的偏见导致他不能客观的看待加密市场。他至少有这个3个方面，我认为是错的。第一，他忽略了资产价格的阶段性和动态性，因为黄金和比特币它出生的环境是不一样的。黄金是从本位币退化而来的。我们知道，在1971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面，黄金它就是货币，或者说它就是绑定货币的，所以它从本位币退化而来。而比特币是从草根进化而来，所以一个是从这个大舞台上往下走的，一个是从草根往上走的，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因此他们将来如果趋同的话，很有可能是 meet halfway， 就相向而行，会表现出阶段性的差异。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很明显可以看到，就黄金它是从本位币的中心舞台上下来的，而比特币是从蛮荒的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成长阶段不一样，价格的驱动因素、价格波动规律都不一样。第二， Peter Schiff 他忽略了价格驱动的变化趋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价格的这一轮牛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购买来驱动的，就老百姓做点投资、做点配置、买点首饰，这个都不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而比特币显然是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比特币属于小众资产，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它。但是我们要看到市场波动和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因为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正在进入各个国家中央政府储备的视野，特别是今年天才法案出来以后，美国和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将建立比特币的国家储备提上了议事日程。所以随着这些认可加密货币，特别是认可比特币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话，比特币被普罗大众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它的稳定性也会越来越好。到那个时候，它应该会跟黄金的相关系数会提升，从而更加凸显它的数字黄金的特性。第三， Peter Schiff 错在逻辑不能自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方面反加密、反区块链，另外一方面你却又想把你鼓吹的黄金搞到区块链上去。所以有些人评价说 Peter Schiff 想发黄金稳定币，其实这恰恰证明了区块链的价值，这也相当于是 Peter Schiff 在打自己的耳光。从逻辑上讲确实是如此，所以我认为 Peter Schiff 讲对了一部分，讲错了一部分，而讲对的那一部分是表象，讲错的这一部分才是本质。因此整体上讲，他的观点当然毫无疑问我是不赞成的。那么我用什么理论框架去解释它呢？好，这里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张图相关系数。另外还要看，如果我们看黄金和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你会发现大体上都是负相关的，比特币和美元指数都是负相关的。所以总体上讲，他们的波动规律虽然黄金和比特币的相关性不是很高，但他们的基本波动规律是一样的，都是跟美元负相关的。那么我说 Peter Schiff 他讲的这个东西不对，我用什么框架去解释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资产成长的阶段性等等，这个我有一个自己的框架去解读它，我把它称为资产三分法的框架。就是我们去盘点市场上所有的资产，大体上我们把这些资产可以归为3类，一类是避险资产，它是以安全性为第一特征的，它是给你的资产配置提供底线的，所以它是安全性第一。第二类是抗通胀的资产，它是跟经济周期高度相关的，当经济发生通胀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第三类是投机性的资产，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它可以给你的投资组合提供向上发展的潜力，
所以主要看重的是机会，周期性非常强。那么这3类资产如果采用我以前在我的其他视频里面讲过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资产价值的分析框架，把资产价值分成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那么很明显，抗通胀资产它能抗通胀是因为它有内在价值，所以抗通胀资产是属于高内在价值的资产。其他2类分别就有不同的特性，主要是在情绪价值的特点上，投机性的资产是高情绪价值的，就是它波动非常大；避险资产是低情绪价值的，它的波动非常小，它是稳健著称的，所以它才能避险。所以避险资产它的波动一定要足够小，它的情绪价值很低，这样它才有避险的功能。而投机资产它一定是要高情绪价值，它的波动要足够大，它才会给你提供投机的机会。而抗通胀资产它是以高内在价值为主的，同时兼具有一定的情绪价值，所以这3类资产它的价值构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列了一张表，把这3类资产的三分法大概可以给它诠释一下。比如说避险资产，它主要的特征是稳定、安全、有高的流动性，通常它的收益是来自利息或者是来自法偿信用，就通常都是法币。比如说黄金，它是国际支付手段，投资的逻辑就是用来对冲风险，主要是用来保值的，就是叫避风港，主要就是黄金啊，还有现金啊。如果放在国际市场讲，就是像美元是避风港。所以我们知道全球经济发生危机、发生动荡的时候，通常美元都升值的，因为美元是个避险资产。那么抗通胀资产是哪些？是那些稀缺的、刚需的，同时又能有一定的保值功能的，例如实物稀缺性，但是它对价格传导又非常敏感的，可以用来对抗货币贬值，通常指的是一些商品类的实物资产，譬如房地产、原油，还有资源类的股票，还有 TIPS。TIPS 就是跟通胀挂钩的国债，所以国债又跟通胀挂钩，它既安全，它同时又能抗通胀，所以这类资产是抗通胀的资产。它是有内在价值的，它主要的特点并不完全是避险，但是它避了一种险，就通胀的风险。而投机类的资产就是高波动的资产，它主要是由叙事来驱动的，所以它的收益是来自资金、来自市场的情绪，所以经常有那种比如说 FOMO 它就会涨，如果我们有 FUD，大家对它有怀疑情绪，它就会跌，所以它是由流动性和叙事来驱动的，包括像成长股、加密货币 NFT， 特别是那些迷因币，像狗狗币、Trump币、币安人生等等，这些都是靠讲故事来驱动的典型的投机资产。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一张图，横轴表示抗通胀，纵轴表示它的波动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抗通胀越往右边就是抗通胀的能力越强了，越往上是波动性越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投机性资产就是在最上面，叙事驱动、高流动性、高波动，大多数加密货币是属于这一种。抗通胀资产就是实物资产为主的，避险的资产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避风港，特别是像黄金。黄金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具有抗通胀的属性，所以它是属于避险资产和抗通胀资产的中间地带。而加密货币呢，它是典型的投机资产，但是长远来看，如果有一天他们得到了普罗大众的普遍接受，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它就变成了抗通胀资产。而其中最稀缺又具有最大共识的那个加密货币就是比特币，它就有可能进一步转化成避险资产。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的资产三分法以及内在价值与情绪价值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于比特币未来可能的一个演化的逻辑。所以我们这里几个结论对这些资产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黄金是位于避险和抗通胀之间的一个资产，而比特币是由投机资产逐步演化为部分抗通胀资产，将来甚至有可能演变成避险资产。假以时日，得到大家的广泛接受，它就是避险资产了。而房地产和大宗商品，这是典型的通胀对冲器。美债、现金为系统性的避险锚，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区分这些资产类型。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说，这些资产其实它是有很强的周期性的，所以这个我们投资里面的美林时钟的逻辑是相吻合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危机的时期、通胀上升期、复苏繁荣期，这个分别有不同的资产类型。危机的时候你就要去避险，也就是乱世黄金的意思。通胀上升期你要抗通胀，你要买资产、买商品。到复苏繁荣的时候，你就要买股票、买加密货币、买高风险、高投机的资产。但是加密货币里面，比特币与山寨币又有不同的逻辑，所以这样我们经常就会说，为什么有山寨币？就是比特币它的属性跟山寨币的属性不一样。长远看，比特币呢，
由于它的极度稀缺性，如果它一旦像黄金一样得到大家的接受，它的波动规律就会向黄金靠拢。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资产波动的逻辑跟美林时钟的循环结合起来，就可以知道在复苏期、繁荣期、过热期和衰退期分别去配置不同的资产，从而实现我们的资产轮动的收益增值。资产三分法，3种资产代表着3种财富观。避险型它是给你提供安全感的，所以背后相应的我们都可以有相应的理论去解释的。抗通胀它是提供购买力保护的，投机它是让你获取潜在机会实现财务自由的工具。好，我们说我讲的资产三分法以及内在价值和情绪价值在实战当中如何落地，如果我们理解刚才讲的这个逻辑，这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交易风格，你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是配置型的投资还是交易型的投资。如果是配置的，那你就要去做战略配置还是战术配置。在我的资产配置的直播视频里面，我做了很大幅度的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做交易，那按照我一贯讲的逻辑，就是要有系统化的交易，而不是说我随便找个标的梭哈，把杠杆加足。当然，在系统化交易里面有很多技巧，很多具体的技术，例如如何使用概率模型，如何用凯利公式去设置你的持仓的比例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多技术细节东西在里面。总之是我们一定要有系统化的交易，一夜暴富或者一夜爆仓，这种其实都不是我们投资者长远应该走的道路。第二个对我们的价值就是做资产轮动，主要就是根据我们刚才讲的类似于美林时钟这样的逻辑。当然美林时钟这个不一定直接能够套在每一个市场上去用，你需要根据每一个市场它的一些特点，你自己还有一些战术配置的逻辑在里面。战术配置的逻辑实际上也是可以把它系统化的，例如我讲的双动量等等这样一些策略，它都是带有系统化的色彩在里面。另外我们要理解资产进化的逻辑，譬如说民营币怎么看，要理解它的价值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有什么东西驱动的。长远看，民营币的波动逻辑跟比特币的波动逻辑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比特币跟以太坊的波动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另外一个视频里面有谈到，以太坊跟比特币比起来，以太坊它是有很强的内在价值，而比特币主要是靠情绪价值驱动的。当然这个情绪价值最终如果变成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共识，那它就变成了数字黄金。所以理解了这些逻辑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些资产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功能。第三个就是可以考虑用心理账户的配置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去投资就类似于像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在我们金融学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心理账户，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总有一部分资产是用来给我保底的，保底的这一部分我要配置一些比较安全的资产，另外还有一部分可以激进一点，用来给我提供向上的潜力。当然随着年龄的不同，在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保底和潜力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心理账户。在青年时期，我们是靠工作岗位去给自己保底的，投资用来给你提供财务自由的潜力，所以你的投资可以激进一点。因此年轻人，你说我每个月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现金流，我从我的现金流里面拿出一部分去梭哈一个民营币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是赌博，你是有自己逻辑的就可以。我讲民营币主要是由情绪价值驱动的，是高波动却无内在价值的资产。所以对这种资产，如果你要去说怎么说，就是你要尽早说。川普发推特的第一时间你看到了，你冲进去，你就赚到大钱了。如果你错过了怎么办？错过了千万不要 FOMO， 错过了就错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市场永远都会充满机会，所以错过了，你仅仅是错过了一个机会，你不会损失任何钱。而在你不损失钱的情况下，市场将来会再次给你提供机会。如果你把所有的钱缩掉了，你没有子弹了，下次机会来的时候，机会跟你无关。所以这些逻辑我们要理解。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用工作作为保障，用投资去获取向上的潜力。但是如果你年纪大已经退休了，你没有工作了，这个时候你是靠你的投资给你提供保障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非常稳健的投资。所以你要买一些避风港的或者是保值的这些资产，你的投资组合就会相对比较保守。而
这个时候你要提供向上的潜力，就是你的生活要过得比同龄人更好一点呢。相反，你可能去找一个工作，别人都退休了，你找个事做，每个月再赚点额外的收入，可能你的生活品质会比别人更好。因为你不仅有额外的现金流，而且你的生活会更有品质，你跟社会的这种沟通接触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你就会有不同的心理账户的配置，但基本的逻辑我们要想清楚，这样我们在实战当中就能落地。这就是我讲的比特币到底是不是数字黄金。用我的资产三分法的框架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当比特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于它的稀缺性，它就有可能进化成数字黄金。今天它还不是，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观点。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再见。